大家好，我是钟子通。还记得以前曾经介绍过一集 P 站上的亚裔创作者精选，那其实现在又多了不少新锐啊，再加上原本就在业界的强者们，在这边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些亚洲人演员以及创作者，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那首先讲到亚洲个人创作者，我觉得 Luna Okoye 还是一个标杆级的人物啊，也想要加入这个行业，真的推荐先去参考他的作品。Vlog 水准就算拿掉做菜镜头也还是很强，甚至有直接放在 YT 的长时间版本。当然不表示说做菜的部分就不好看了，也是一样非常出色，非常实用。我个人觉得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啊。那在这边顺便讲一下，这次的名单挑选的主要就以在免费网站也能看到不少内容的为主。当然大家行有余力的话，还是可以支持一下他们的创作。那接下来这位呢，就是 Ruth Lee， 偏混血感的外形以及匀称的身材，再加上大胆的拍摄作风，极具诱惑力的表情，真的是让我看得非常开心啊！比看到 Cooper Flag 的 highlight 还要激动，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位。再来要介绍的是薄荷，在 P 站跟 OnlyFans 都有上传内容。那这个创作内容相对比较清水一点，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内的拍摄。喜欢看2人以上互动的可能就不那么推荐了，但是那个清纯感十分打中好球带，有种清新邻家女孩的气息，在社群上甚至还可以看她自弹自唱，很可爱啊！在这边推荐给大家。我们接着看到这位则是乔安，有些人对她比较有印象的话，就是考上台大的 AV 女优，当时真的是声名大噪啊！那其实她也是在很多地方都有上传作品的，在 P 站上就可以看到相当大量的男女之间互动，可以说是在尺度跟内容上不会让人失望。我们接着看到这位是 Alina May， 有着相当硕大的一对白兔，作为一位露脸创作者，在表演的上的尺度当然也是丝毫不含糊，有大量的 White Male Asian Female 内容，喜欢看大的就千万不要错过它啊。紧接着看到这位是 X Randius， 相信大家在之前的亚裔精选也会对这位五官深邃的创作者留下深刻印象。我自己觉得他除了经营个人订阅网站之外，在 P 站的经营上也是相当用心啊，放出了很大量的内容，封面也做得很吸引人，让人不自觉想支持一下。接下来又是一个经典强者 Jun Liu 刘越，可以说是世界上经营最成功的亚洲成人创作者之一啊，内容跟美感都非常的优秀，不管是 P 站个人订阅，甚至是自己经营的官网都有声有色，只能推荐给大家了。再来则是这个 Raylo Black， 虽然目前他已经比较没有那么多作品演出了，但是在亚洲的演员当中，我还是非常喜欢他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专访，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人，非常有趣。接下来这个 Hong Kong Doll 应该大家已经熟悉到不行了，之前还有介绍过他跟游戏的联名活动。那作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亚洲创作者之一，他的国籍跟真面目一样神秘，真的是众说纷纭，但这不影响到他的创作精彩度。那基本上他的创作产量也是跟加密货币市场息息相关，如果你看到他大量产出的话，那可能就是市场又有一番波动了。我们接着看这位是鸡教练，根据他的说法，是因为网络上能够满足他癖好的作品太少，于是他决定干脆自己来拍，找了一位叫琪琪的女性合作，在 P 站有上传大量内容，并且大部分都是以 cosplay 元素为主，另外也是丝袜的极度爱好者。那有跟他一样属性爱好的人就千万别错过。接下来看到这位是 Nana Taipei， 虽然叫 Taipei， 但我真的没听过几个台北人这样讲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跟三重刘德华一样，就是一个外号而已。那我觉得他在拍摄上有几点蛮用心的，第一就是虽然是蒙面，但是在造型上变化就很多，不至于让人看腻。另外就是在剧情设定上非常多变化，让人印象深刻，推荐给大家。好，那下一个呢，他不是创作者，但却是我们在观赏这些网络精彩内容时不可或缺的伙伴，让我可以立足亚洲，放眼全世界。Surfshark VPN 除了给你一双自由的翅膀，让你可以在网络上飞越上百个国家，还能隐藏你的网络足迹，保障你的使用安全。想要当个自由的男人，你需要就是 Surfshark VPN， 支援超过上百个国家，3000多个伺服器，一个账号还可以支援多个装置。现在加入只要在网址输入 surfshark.com/fingermaster56。Surfshark VPN 叫我不能讲的双11优惠期，点击网址才知道。除此之外，还立即享有4个月免费使用期，现在正是加入的最好时机，推荐给大家。然后则是这个 Demi 台湾的创作者啊，基本上也都是蒙面演出，但是身材相当的不错。虽然 P 站上放的内容不算太多，不过应该可以从这边的预告看出他的拍摄内容是颇为有料的。
我们接着看到这个内容叫 Seisoke Rena， 前面这个是日文清楚系的意思。根据她的自称，就是一位外表看起来清纯，但内心很多色色想法的女生。那 P 站也都是情侣之间的互动内容，十分生猛，看得出来他们也是真的日本情侣啊，因为有为了法律因素打马赛克。对，即使是在 P 站，他们还是会遵守日本法律的。OK， 再来是这个 Lucy Mochi， 也是自称华人，身材相当纤细骨感，也有很多第一人称的作品。如果是喜欢这种美国亚裔风格的，我个人觉得他很不错。下一位是 Yuna Tamago， 应该是日本创作者，可能有一些观众会因为刺青跟乳环的特征对他有印象。P 站也有几部作品都是好几百万观看，那他也是在 OnlyFans 十分活跃的创作者，目前也是主力都放在那边的更新，所以 P 站这边只剩零星几部，算是小可惜。接着看到这位是 Iris Steel， 这也是一个情侣频道，他跟他的韩国女友 Raya 两个人上传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品，而且男女都有露脸，算是 P 站难能可贵的创作者，身材也都相当不错，十分推荐观赏。虽然我有时候都觉得这种情侣上传的，要是有一天分手，可能东西就没得看了，所以还是趁能看的时候尽量多看一点啊。接下来这个也是很赞啊，自称在加拿大读书的中国学生小水水，虽然没有露脸，但是影片尺度很大，非常多男女互动的内容，身材很顶。P 站放的内容也是量大管饱，非常之推荐。再来看到的就是柚子猫，主要也是做 cosplay 题材内容，在 P 站可以看到相当丰富的短版影片，而到了 OnlyFans 就有完整版。老实说，我觉得以时间长度来看 ，P 站的作品已经颇有诚意了。我们接着看到的是 Rena Vlog， 同时在 P 站、FC2、Fansly 等网站都有经营，自称是日本创作者，但是在 P 站全部都是步兵影片，感觉不是心脏大颗就是人可能在海外。虽然不露全脸，但是尺度跟实用度绝对让人满意。接下来看到这位 Lollipop99， 也是华人创作者。虽然是不露脸，但那个出色的身材完美弥补了这个缺点。那个卡称真的是有够强的，可以说是非常懂自己长处在哪里的人，在这里强力推荐。然后要介绍这个 Neso， 看来也是华人情侣组合。我觉得 P 站上面的内容看了觉得蛮舒服的，会顺的把它看完，而且在更新上非常勤奋。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大程度会影响到订阅意愿的因素。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是 Osampo Milk， 也是日本创作者。那在影片内容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可以看到很多男女之间的激情互动，而且在道具运用上颇为讲究，也有不少车上或户外内容推荐。然后这位 Lonely Miao 在之前也介绍过，大家应该知道我蛮喜欢的，到目前依然持续创作，所以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吴梦梦，应该不用我再多做介绍了吧。作为台湾元老级的几位创作者之一，梦梦不管是在知名度跟内容产量都是名列前茅的。订阅之后就能马上享受到大量作品的福利程度也是相当惊人。近期更是有跟大量海外创作者合作的作品，也是十分推荐。然后就是这位 H My Kanojo， 日本创作者，走的是地雷系女孩的风格。P 站的内容偏短，但是同时有经营像 YT 跟 IG 的部分，会让人觉得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欣赏它，这点蛮特别的。接着看到的是这位桥本香菜，虽然叫桥本香菜，但是讲华语的，在推特上的人气也是不俗。P 站也有很多影片，而且几乎每部都超过20分钟，在分量上绝对令人满意。唯一小缺点大概就是没露脸。再来这个则是 Nikki Hux， 在 P 站内容几乎都是以单人为主，身材也相当不错，不过脸蛋的部分可能就比较吃欧美市场，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接下来这个则是 Brie Wells Comington，这组又更加的主打欧美市场的感觉，但是在 P 站上有相当丰富的作品数量，所以我还是推荐给大家。再来是这个 Asian Good Girl 这个频道，我觉得风格相对微妙，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只有女生的上半身加上男生的小头，算是非常懂重点要聚焦在哪。虽然没有露脸，但是身材跟尺寸都很好，所以实用性依然不俗。接下来要看的则是这个 Hentai Kamen 720，又是一组诚意满满的日文创作者，分别是六跟 U。根据他们的说法，一个40岁，一个23岁，算是年纪差了不少啊。那我觉得在内容上也算是相当出色的。除了做菜之外，也有不少出游画面，像到台湾啊、韩国之类的旅游桥段，是我很推荐的一组创作者。接下来是这个 Saku J Hentai Girl， 一般来说没露脸都会被我扣分，但是这个 Saku
真的是又白又大，这个分数我扣不下去，只能推荐。接下来这位则是 Miu ZXC， 也是一位诚意十足的创作者啊，除了露全脸之外，身材相当好，而且在 P 站上传的内容又多又长，真的是逼人想去订阅他，给予支持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是这位 L Lee， 自称中韩混血，外表颇为清纯，甚至还有在图奇开直播。那他也是一位除了在 P 站上传自己创作的作品之外，同时也有帮片商拍摄作品。而且个人认为内容都颇为优秀，所以如果到 P 站访问他的个人页面之后，相信是可以得到相当满足的结果啊，推荐给各位。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是米胡桃，完全没露脸的创作者，但是画面充满梦幻氛围，非常干净。女主的肌肤也是雪白透嫩，有一种在看艺术片的感觉。接下来看到则是这个 Leo Karina。跟 aespa 那个没有任何关系，金发造型相当抢眼啊 ！P 站的内容也很丰富，甚至还可以看到一些博弈网站置入广告，看来是经营的不错。下一位是这个 Miss Tanuki 桑，这个我个人觉得就比较一言难尽。因为我觉得拍摄镜头可以再加强一点啊 ，P 站已经有不少优秀的不露脸创作者了，所以这位相比之下就显得比较没那么出色，很可惜。接下来要看的这个则是 SSR Peach， 或者叫他 Ellie， 在资料上号称是清大外文的健身教练，非常显赫的头衔啊。那影片内容也非常丰富，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对于时事的敏锐嗅觉，每次在大型事件后都可以马上生出一部相关题材的作品，非常厉害。剧本有时候搞笑到忘记要拿来用。那 Ellie 的身材也是很强。如果是臀控观众，绝对就不能错过的一位。接下来这位则是卡祖米，可以说是目前业界最具知名度的亚裔演员，典型的东方脸孔加上锻炼得宜的身材，还有大方的性格加上出色口条，让他深受欧美观众喜爱。也在去年成为 AVN 典礼主持。P 站上的作品数量相当丰富啊，他的社群可看性也很高，千万别错过了。然后他讲的就是黑尼，虽然在 P 站没有上传作品，但是我相信大家不管在推特或 IG。绝对都见识过他满满的诚意。作为台湾最顶流的内容创作者，不管在题材规划、跟宣传以及经营上，都是走在最前面的。除了订阅内容之外，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的专访，一定会让你对他有全新的认识啊。那最后也分享几位，他们基本上都是经营个人平台，并没有在 P 站上传作品，但是大家对他们的演出绝对不会陌生。首先就是以爱丽丝，非常认真的在经营个人平台，尺度也是很猛。另外还有永井玛利亚，因为身材跟轮廓的关系，让他在欧美大受欢迎，因此也有很多内容只有在个人平台上才看得到。另外就是我们的水川锦，有时候看 IG 几乎感觉他已经旅居欧洲了，同时能在日本跟欧美推出作品的强者，也是很高兴之前有机会跟他近距离合作。好，那这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亚裔创作者。如果有大家觉得也很不错，我没提到的，有可能是在上集，或者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做分享。我是钟聪，我们下次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